留言区有个孩子非常激动基于他所认知的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我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对祖国的科技突飞猛进已经没有办法去亲身体验了。说中国有多么强大，有很多时候不太容易用一两句话来毁灭他的幻想，其实这也是不人道的。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关于这个芯片大跃进的这个报道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其实也算是给他的一个回复吧。芯片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在2013年开始每年进口芯片的总额就超过了石油，超过了2000亿美元这个级别了，一直到去年，其实今年也一样。整个世界半导体产业大概4000亿美金左右的这么一个规模，在这个份额中，中国几乎没有。所以我一直说，在电子科技这个板块中，中国基本上承担的就是一个组装加工的这么一个角色。因为电脑这一类的电子设备所需要的芯片，中国的自主化率是0%这个通信类的主流的通信类的设备，芯片这一块中国的比例也是0%，对吧？你能做的可能就是个小灵通。那么更多的追赶世界步伐的这个动作有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大概有55个，到去年年底大概有55个这个集成电路的企业设立了70多个新的项目，加在一起实际投资就已经投资的大概超过1000亿人民币了。那么带动新增的社会融资差不多有5000亿。那么这5000亿有多少是真正用在芯片上的，其实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五粮液本来是准备拿出100个亿来做芯片的，那么首钢是吧？首都钢铁公司融资18个亿，其中据说要拿2.5个亿来做芯片这都是人民币的币值真的就听起来，你包括那个做白色家电的是吧？那个大妈叫什么的？那个深圳的那个格力的那个董明珠是吧？据说要砸500个亿来做芯片，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芯片。其实我们都知道，别说他已经下岗了不再担任格力的总裁，而担任一个2级公司的总裁了。那么即便他在格力的老总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投500个亿，你乘上7是吧？500亿美金，那还有点指望，对吧？什么指望呢？我们打个比方，这个韩国的海力士，他投了2个元晶厂，投了2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工厂，这4个厂他们预计的投资超过1000亿美金，仅仅是2个存储芯片的工厂，他们预计的投资就是490亿美金，加上2个元晶厂的话，再加500亿美金，对吧？其实500亿美金也就2个工厂的投资，这还是在有成熟的技术作为支撑的情况下。那如果说中国的芯片其实就是一个白手起家是吧？按照中芯自己的说法，全世界的所有的半导体行业，所有的厂家都捆住手脚不动，让他来追赶，大概他需要12年到13年基本上就可以追赶上目前世界主流的这么一个水平了那么我们都知道，
整个半导体行业中，它的产品线寿命好像也就18个月。那么人家别说捆住手脚让你追12、13年了，就你现在这样，你追着追着，你连追的可能都没有了。电子科技这个产业呢，它有一些很麻烦的事儿。麻烦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它更新换代，这个速度太快。第二个呢，所有的这个数据库要共享资料的话呢，是要有前提的。现在你在跟人家还在保持一个世贸体系类的合作啊，虽然人家开始跟你脱钩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脱离。在这种情况下，资料是可以共享的啊，最起码你可以买，对吧？你可以买一些公开的这个框架，那么填补上一些数据，进行自己的整合。我们今天看到所有中国能够拿出来说事儿的，都是一个设计而不是制造。中国每年有800万大学生走向社会，大概其中有4万个大学生是进入到电子行业的，2万个搞设计，2万个搞制造。搞设计的呢，基本上都是很浅显的一些设计，深层次的你搞不出来，对吧？你首先就没学过，就跟盖楼一样，是吧？盖30层以上，你就得找外国的设计公司了，对吧？你自己设计完了以后，没人敢盖。那么中国现在也面临的这个情况，就设计人员明显的不足，熟练的工程师很难找到，而且因为互相挖，是吧？各个公司都在互相抢人才，拿钱砸呗，砸到最后呢，就是自己拥有多少名啊，走在前沿的这些科技工作者，所以你能获得更多的融资。甚至上级的拨款、国家的政策扶持、资金扶持，但是总体就这么一点点东西，你投资有限的很。中国整体从国家层面一直到各个芯片研发单位，那加在一起的投资都很有限，跟国外的这个投资研发的比例来说，基本上是不成正比的。可以说，中国现在要做的事儿是一个非常玄幻的事情，手上就这么点钱，那么研发的工具都要从别的国家去购买，资料库要靠不断的购买数据来填充，以求跟世界应该是2流水平相接轨，是吧？1流水平根本就接不上啊，人家也不会向你公开。那么都是有代差的这些数据，就这样，你能不能继续购买到还是问题，是吧？本身又没钱，手上的工具又不足，完了以后能够不断更新的这些数据更是有限的很。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善一个产业链，在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整个这条线上，要完全依托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别的这些小的单位发出一番宏愿，然后投个几个亿，是吧？10个亿、8个亿。多一点的能凑个100个亿，基本上就是烧钱。喊两声口号，骗取更多眼球来关注，然后让自己的企业在主营上能够获得一些发展，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在中国，真正挣钱的一直是房地产，10几年来是靠这个挣钱。芯片产业除了我们知道的汉芯，是吧？汉芯那个就是拿小锉刀干的那事儿，其他的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龙芯
曾经被政府采购过一些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跟国际主流的这些软件都不配套所以基本上是没办法用。那么完全自主的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整个这个产业链要想把它完善起来，我怀疑在12、13年的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要乘个10，对吧？即便是这样，可能都是比较乐观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失败了。别说人家脱离这个体系，想自己玩一套，从头到脚完全自己打造一个模板出来，那么与现在的所有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专利垄断的这些芯片生产制造的模式都不一样就是在人家的通行的基础上，仅仅想打造一个自己的平台，都没有更加成功的。现在包括苏联在内，是吧？前苏联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在使用微软的系统。那么有很多人都在说，好像前苏联是不是比较独特？是，它原来是独特，因为你在研究2进制的时候，人家在研究的是3进制，对吧？你在搞这个晶体管的时候，人家在玩着抗核爆的电子管。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前苏联的科技，它是傻大黑粗的，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包括电子工业上面的一套自己的道路。那么很遗憾，苏联解体以后，他们也在转变，他们自己还在逼着自己的政府雇员、政府的办公机构以及相对比较敏感的这些单位尽可能使用他们独创的一套系统，或者叫用 Linux 系统，公开的 Linux 系统的这个平台发展出来的一套俄式系统俄文版。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连自己的这个换装还没有完全做到，仅仅是政府部门都还没有完全做到，说明他们对微软系统的依赖是相当紧密的。人每当你使用一个系统习惯了以后，其实让你换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在军事工业的各个角度上，我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但这套东西它很小。如果你要是把指挥系统完全拆开来摊平了给大家看，其实整个世界都在模仿美军的步伐。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单独的军用的半导体行业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谁都不能证明。俄罗斯的数据链可能跟美军的制式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中国人看不上它，认为它的不够先进。那么中国想自己搞一套先进一点的东西，其实搞到最后又变成类似于这个，就前面出现过的一些笑话。所以我一直在说，芯片这一块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大跃进，而且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人员各方面的资源是严重不足的。想完全打造出一套自己的体系，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为什么还有人非常迷信政府在引导的一些舆论，在告诉大家中国在某一个项目上特别领先中国有一些伟大的公司，或者说中国有一些公司正在做的一些连美国人都为之侧目的前沿方面的这些研究，甚至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已经成为巨无霸的企业了。是我们前面看到过好几个巨无霸，对吧？去年刚开始看到的是中兴，当美国商务部把它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的时候，整个8万人的企业就黄了，对吧？整个停摆了。
那么最后美国人给他派了个党代表，所以中兴又勉强活着了。现在你还看到有人宣传中兴吗？对不对？他很老实，他已经不说话了。那么华为一直在说华为非常非常强大，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你不引用华为的5G 体系的话，美国将成为一个在未来的互联网世界，在物联网的世界中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这句话说完没几天，那美国人对他也实行制裁了，也把他摆在商务部的制裁名单上了，所以他很快的就终止了一些生产线，他把它面向全世界的发展，把拳头缩回来了。说回到中国，他去年整个华为手机的销售60%是在中国内地了，对吧？所以已经看到这么多频繁被打脸的现象，为什么还要保持这份幻觉？其实我真的不太容易理解啊！我一直在劝说大家，在任何一个科技需要实打实的用技术、人才的积累来打造一个独立的体系，需要动手，不仅仅是动嘴啊，不是仅仅发明一个理论。那么在这个时刻，还是尊重一些现实，在科学的领域内，其实玩虚的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好了，谢谢大家，再见。